师尊，未知，恳请师尊帮帮我。帮你？我不想嫁给一个活死人，更不想守着青灯过一生。我知道自己没有灵根，不配学什么仙术，更不奢望什么凤凰啊、仙使啊。我只是想好好活着。师尊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您让我一辈子留在书院做杂嫂，我都不会有怨言的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您法力那么高强，是高高在上的师尊啊！人各有命，要各自渡各自命中该渡的劫，此乃天道，我也不能改变。那我敢问，天道就是无情吗？我只能说，天道只能顺应。天道仁义就是麻木不仁。是你眼底无惧，惹巴山烟雨。这一世为谁叹息？别失忆往昔，心事都埋入秋意。是你眉峰凝气，是万里愁云。这一世与谁相遇？悲或喜，皆注定。爱恨就是不着。凡人的性命转瞬即逝，任何用法术改变他们命运轨迹的举动，都有违天道。轻则受罚，重则将遭天谴。院内梧桐雨成荫，只盼一日仍有风来起。天道就是无情吗？我只能说，天道只能顺应。天道仁义就是麻木不仁。我是不是说的太严重了？或许师尊真的有什么难处，可是我的婚事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要想办法再去说服母亲。快去救火呀！快点儿！
师尊，多谢师尊救命之恩。不必谢我。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还是说不是人？反正你不是妖，当然了，肯定也不是魔，但是你又挺神通广大的。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大家都一样，都这么渺小。这也太神奇了！你现在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？师尊，你是神仙啊？嗯。那你今年几岁啦？大概也就3000岁吧。3000岁？3000岁看起来这么年轻啊！还没有一个凡人敢这样和我说话。这般美好的景象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怪不得凡人都要修仙。此情此景，普通凡人一辈子也看不到。你很幸运。我幸运？可能小的时候我也许是挺幸运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什么都有，身边的所有人都很爱我。可是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复存在了。后来的我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，以至于走到哪儿都让人嫌弃。对我们天神来说，凡人的一生很短暂，生死不过一瞬之间。就像太阳，有升有落，日落一刻，而日出是一整天。所以，苦难只是一时。你说的这些只是好听的安慰罢了。如果你相信，就不只是好听的安慰。那师尊，你是要留我在书院当杂役了？书院不需要杂役。那就是要赶我走了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进书院？我是想让院长帮帮我，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。仅此而已。还有，也确实是想学真本事。可你资质差，仙骨平平无奇，根本不可能出人头地。我也看过了你的命格，你的命格很差，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死掉。那怎么今日一劫没死？今日我没死，就说明
老天他不想让我死，那我就更得争一争了。看来我没有白白教你，未知，你要记住，你不是什么杂役，而是白鹿书院我颜月的学生。我只怕你的严寒留不住温暖。姐姐，站住！你不是去当瘸子新娘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婚约解除了。你娘收了春家的聘礼，怎么可能放过你啊？是师尊救了我。师尊？他为什么救你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不知廉耻，勾引师尊求他救你。不知廉耻！哎，你怎么勾引完明三哥哥，还要再勾引师尊呢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呢？姐姐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身边出了这么一个狐狸精。未知，你好手段。我们走着瞧。福弟，儿臣在凡间动了恻隐之心，救了一名学生，擅自改变了他的命数，自知违背天条，特来向父帝请罪。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但颜月初中是锄强扶弱，本是善举，还望天帝从宽降罪。颜月，你擅自改变他人命数，触犯天条。你作为赤日神君，本就应该是众仙的表率，但你知而故犯，如果不严惩，何以服众？儿臣甘愿受罚。颜月，我已削去你200年的灵力，且暂封你1半的修为，以为惩罚。如若再犯，严惩不贷。而你为何鬼鬼祟祟的？师尊，我想换组，我法术太差了，我就怕拖累三小姐，这样对她不公平。你随我来。把手给我。这是什么法术啊？这是日冕之术，源于太阳，是3剑内最坚不可摧的防御之术，可以在危急关头保命防身。现在我授你心法口诀，不过我只教你1次，你可要记好听好。金屋银方寸，紫气齐明堂，光斗日荣金消恶。
你可都记住了？嗯。那你试一试。金什么屋来着？金屋迎方寸。金屋迎方寸。是我的不是。就你的领域，怎么可能召唤日冕之术呢？这些领域够你召唤日冕之术了。你再试一试。剪不断的两端，泪淋湿了彼岸。这一生若是你曾是离散，剪不断的孤单，唯有今生不变，不忘难断。剪不断的两端，风不穿越来山，轻轻转淡，风作伴。我只怕厉害吧，刚刚？哦，你认为呢？我觉得挺成功的。哦，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。没错，是需要再继续精进一些的。未知，这次考核危机重重，若力有不逮，你一定要及时退出，千万不要受伤。你是在担心我啊？小心为上，好好练吧。留不住温